接生婆正在帮麒麟生娃，麒麟起身后，地上出现一只蠕动的卵，下一瞬间还站不稳的小麒麟诞生。纽特刚想让他们躲进箱子，麒麟妈妈却遭遇了3大不可饶恕者之一，什么砍大瓜，瞬间倒地。纽特连忙架起结界阻挡，但对方很快将他撕出口子，纽特只能抱起麒麟宝宝先跑。箱子里的动物伸出爪子，像个螃蟹一样跑得更快，刹车不及，他们掉入河水中。小麒麟在迷糊中被人抱走，纽特难过极了，他向将死的麒麟妈妈道歉。但就在这时，麒麟身旁又出现了一只栽在愣愣的宝宝，没想到他生的竟是双胞胎。麒麟流下热泪，像是在把孩子托付给纽特。舅舅跑出来看了看，就回到箱子空间，朝大鸟使了一个眼色，大鸟瞬间会意飞出箱子，腮帮子开始充气，化身巨大的热气球，卷着纽特和箱子升上了天空，到达一定高度再放气，带着小麒麟朝着远方飞去。其实另一只麒麟是被格林德沃抓走了，他野心勃勃，想要发动巫师和麻瓜的战争。麒麟对他有大用处，但他没想到会有2只。邓布利多为了掩护我方小麒麟，只能集结几位心腹帮忙，因为格林德沃拥有能看到未来片段的能力。为了骗过他，邓布利多派纽特的助手拿走了装神奇动物的箱子，去皮具店进行复制。其他几人正好相反，得到的任务杂乱无章，全部去和格林德沃正面交锋。纽特的任务是给德国魔法部长传话，但他终究没有听从邓布利多的劝说，选择赦免格林德沃的罪行，还将他推上了国际魔法主席的候选人。因为几个格林德沃的走狗正在底下虎视眈眈，纽特的哥哥作为奥罗主任，刚要抓住他们，就被叛变的同事偷袭。纽特想要去追，已经来不及，而麻瓜胖子则被分配给了霍格沃茨魔法防御课的老师黑妞，他俩假扮宾客参加宴会。与此同时，格林德沃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胖子的画面，他们素不相识，但当他来到宴会厅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的胖子。没人知道胖子是个麻瓜，但是邓布利多却神秘地送给他一支假魔杖。很快胖子就看到了赌气加入坏蛋阵营的女友，他酒壮怂人胆，拿着魔杖就指着格林德沃让他放人，众人一片骚乱。黑牛突然想起自己的任务，正是操控胖子用假魔杖吓唬人。胖子一脸懵逼，在杯盘中摇摆，所有人赶紧离开现场。眼看走狗们已经朝他走来，黑牛朝他扔出学生的试卷，挥舞下吊灯阻挡。胖子赶紧踏上试卷逃跑，魔法在他耳边呼啸而过。与此同时，小树苗和秀秀也在上演惊险一幕。小树苗使着吃奶的力气搬魔杖，回头想让秀秀帮忙，谁知那货只顾着偷老头的领带，就因为上面镶嵌了金丝。很快老头被吵醒，秀秀打死不松口，眼看小树苗掉了下来，秀秀跳上去接应。果然就不能指望他，原来是纽特来这个隐秘的关押地找哥哥，但看守老头却非要搜身。小树苗尴尬地挂在魔杖上，一脸抱怨。秀秀钻出来看热闹，结果也被关进了笼子。纽特独自深入，刚走没多远，就看到几只憨憨的虫子在看他，但是很快虫子就伸出很多触手，张牙舞爪朝他们逼近，身后就是无底的深渊。没有魔杖的纽特突然摆了一个沙雕姿势，给虫子都看懵了，瞬间举起了爪子。纽特就这样一路扭着一路找人，身后还带着虫子大部队。终于找到哥哥，深渊中却伸出了一只更大的触手，旁边关押的人油灯突然熄灭，钳子就直接朝他扑去，再扔上来时已经只剩下外套。纽特趁着虫子扑过去抢时，赶紧放下哥哥，两人小心翼翼继续扭着胯骨轴子，途中不停有犯人的油灯耗尽。很快纽特的油灯也突然熄灭，大事不妙，身后冲出巨大钳子，两人四处逃跑躲避。危急时刻，秀秀和小树终于赶到。两人一抬头，竟然传送到了霍格沃茨学校附近。一个学生正在练习魁地奇，几位同伴全都在这里集结。胖子正在向学生们炫耀自己的魔杖，却被男孩子送了蟑螂味的软糖。邓布利多用魔杖在空中作画，食堂的大厅中顿时出现了磅礴的喜马拉雅山脉。Good turn. Correct. 3 points to Hufflepuff.
正是即将举行国际魔法主席选举的地方。几人找到助手，小麒麟被他照顾得很好。原来麒麟这种神奇的物种可以看透人的灵魂，他会对纯正善良值得信赖的人鞠躬致敬，而这正是格林德沃的阴谋。被他抓走的小麒麟早已被他杀死，他用强大的黑魔法对他的尸体施咒，使他变成了一个傀儡。但他同时感应到另一只麒麟的存在，他派众多手下监视山区，阻止邓布利多将真正的麒麟带上去。而此时纽特已经将麒麟安顿好，众多仿制箱子放在一起，几人各自拎着箱子上路，但他们刚一露面就遭到了对方的猛烈攻击。三人的箱子很快被对手抢走，但是里面除了面包就是书本，还有一箱装了金色飞贼。走狗们还来不及反应，书本剧烈颤动，下一瞬间面包也就算了，黑妞竟带来了霍格沃茨的课本、妖怪们的妖怪书，对着众人就是一顿咬。魁地奇套餐、游走球更是一砸一个嘴儿，只剩纽特还拎着箱子。他神色凝重，来到了选举现场，可刚进去就被魔法部的人盯上，他抓着箱子不放，却被人从背后偷袭。终于到了最后的选举时刻，拉芒抱来了格林德沃那只傀儡麒麟，全世界的魔法师都在观看这一刻。只见傀儡麒麟在3个候选人中游走，最后就在格林德沃面前停下，朝他屈膝鞠躬。人们无比信任麒麟的选择，瞬间为格林德沃欢呼起来。纽特也终于追上了抢箱子的女人，但一切都晚了，箱子在他手中化为灰烬。格林德沃成了全世界巫师的领袖，他一刻不停抓来麻瓜胖子，指控他袭击巫师，并且以此为由向麻瓜世界宣战。胖子瞬间被施展了专心弯骨咒，但就在此时，默默然来到了现场，他的身边一直围绕着一只燃烧的凤凰，因为他的身体被强大能量冲击，已经快不行了。He's lying to you. That creature is dead. 眼看阴谋被拆穿，格林德沃却有恃无恐，他要求纽特拿出证据，因为他以为另一只麒麟已经死掉，但没想到助手却在这时突然又拿出了一只箱子。原来这才是他最终的任务，那就是逃开所有人的注意，将麒麟带到现场。纽特将真正的麒麟放出，小麒麟叫着呼唤着自己的同胞，却得不到回应，因为那具身体已经没了灵魂，魔法能量耗尽，他也失去了生机。众人取消了选举结果，让麒麟重新选择。他巡视一周，最终来到了邓布利多面前，屈膝鞠躬，他才是当仁不让的最值得信任之人。邓布利多感谢他的选择，并让他替死去的兄弟再选择一人。他听话的来到另一位候选者面前，成功选出了真正的国际联盟主席。格林德沃见势不妙，再次发起攻击，但这一次邓布利多却凭借强大的信念，亲手将血盟击碎。两个曾经的爱人，世上最强大的巫师，上演世纪大战，最终两人还是放手，血盟已碎，格林德沃再也构不成威胁。小麒麟回到纽特的怀抱，胖子虽然永远使不出魔法，但他却拥有一颗珍贵的勇敢的心，最终和奎尼结婚，在所有好友的祝福下